Hello，大家好，我是赛杰特。之前呢，我出过 Resilio Sync 的教程，但是后面呢，我换成了 ThinkSync，因为 Resilio Sync 呢，国内的中转和发现服务器好像已经被 ban 掉了，而 ThinkSync 呢是号称可以代替 Resilio Sync 的，事实证明它确实是代替了。当时使用了这个 Resilio Sync 的时候，还没有被 ban，但我用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它就已经被 ban 了。所以我很早就已经开始用这个 ThinkSync 了。为什么现在才出教程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简单我看，但是呢，我看一些人他安装这个，可能他的顺序比较混乱，也不是说安装有问题吧，主要是我们的使用。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安装。其实这个 ThinkSync 的安装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改什么东西，只需要把我们的同步那个目录挂载上就可以了。我这里呢其实是已经安装过的，但是为了演示，我重新安装一下。安装一个，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和社区现在都是有了这个 ThinkSync 的。然后这个官方它有一些代码其实是抄我们的社区的。这里我们就不管这么多，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使用社区，因为是再次安装，所以我们名字是不能重复的。我们下一步，这边全都是默认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默认的有一个储存，它是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配置，就是它的配置目录的储存。配置目录呢，你可以选择 hostpass，然后自己挂载一下。但是这种配置目录，我个人更喜欢使用 PVC，就不要我自己去管理这个目录了。我这里呢是新建了一个文件夹数据集，来针对这次测试的。我们来找一下，就是这个，我单独建了一个数据集 ThinkSync Test。这里的挂载点呢是根据你自己，你想怎么挂就怎么挂，只要不和它原有的这个容器里边的有冲突就行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起一些奇怪一点名字，或者是一般是不可能冲突的名字，像什么杠 root、杠 mnt、什么杠 sys 之类的，这种一般都是会冲突的，就是和容器内有一样的话，它就会连通起来，我们就不让它有一样的。比如什么杠 photo 啦、杠 movie 之类，这种是不会有冲突的。我们直接就杠 think test 这个目录呢，我们可以先复制一下。那你可以挂载多个目录哦。虽然我这是测试，我只挂载了一个，但是是可以挂载了很多的。比如说你同步照片可以挂一个杠 photo，然后你这边比如说我这个看到没？这边挂载成杠 photo，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比如说你想同步个电影，杠 movie， 下面再添加就可以了。那其他地方呢，应该是没什么好改的了，我们直接下一步就可以了。那保存，等待它安装。它安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访问这个网站，我的博客里边也有，其他平台下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安卓或者是 PC 电脑可以安装上。你可以看到它这是安卓。然后这个是 Windows， 然后这个是 macOS， 我们可以点这个安装。它这里面安装呢是有两种版本的，一个是 Setup， 这个就是安装版，然后这个就是便携版，便携版就是解压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了。我这里用的是这个便携版，因为它这个安装版呢好像缺什么依赖之类的，然后我弄了一下也没什么用，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使用便携版，也是比较方便的。当然，这里根据你自己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然后另外呢，这个 ThinkSync 呢是没有一个官方的 iPhone 的一个 APP 的，不过它有个第三方的 APP，我们后面这个博客后面再看。然后可以看到我这里就是安装好的，当然你可以看到我这其实是已经在用了，不过没有关系。但是我把这个断开了，等会我们会用这个新的服务器这边的。OK， 我们来看一下安装好没有。好了，这里已经打开了，它这里有问你是否要这个什么使用报告，这里随便你。
然后呢，它会让你设置一个账号密码，还有这个，因为没有密码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可以大家自行设置一下，可以在这里看到，你就有一个 API 的 key 了，这边有个界面，然后密码，那我这里就先不设置了，这里也是同样的，它就是主要是讲了这个密码的问题。我们这里呢就直接来讲一下怎么来同步，怎么来用。我们博客这里呢使用可以看到是我们先操作服务器和电脑的顺序是没有关系的，然后我的博客这里就是先用的服务器来做的共享，所以呢我们这里呢我们就不用服务器先，我们用我们的 PC。这里的报错是因为它的这个升级失败了，我们不管它。然后我们这里呢就用我们的 PC 来操作，PC 这里也是可以改语言的。可以看到呢，我在桌面上也建了一个这个 Sync Test 这个目录，目录当然现在是空的，因为是测试嘛，今天里边有东西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直接这样，这里的远程设备，我们先添加远程设备，这里有个设备 ID， 然后我们可以自定一个设备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设备 ID 呢，在这操作显示 ID， 把这一串复制一下。那名字呢，大家随意，我这里先叫 test。他说了 ID 没效啊。我这里刚刚写反了，我们就叫 test 好了。然后呢，它这里地址是什么动态嘛？它就会自动的慢慢的去找，但它找的可能是不对的。我们这里正常情况呢，如果你这里没有识别的话，那你就要在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识别到了，我们就添加设备。我们这里也叫 test。如果你没有识别到的话，就一直识别不到，你可能要开放一下你的路由器的这个端口。这个端口呢，就是我们在这里编辑的时候，就是这个端口，它本来是2000，然后我这边因为有了一个冲突了，所以把它改成1了。这边大家要映射一下这个端口，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已经连上了，这里就正常了。它这里呢会有一个默认的目录，我们这直接给它删掉，我们不要这个默认的目录。同样，我们这个 PC 呢也是一样的，它一开始应该也会有个默认的目录，一样给它删掉。咱们来添加文件夹，我们从这个 PC 上面开始。标签呢就是它的名字，这个名字是随便起的。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路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PC 上我们要共享这个，我们可以点属性，属性呢它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位置，我们给它复制一下。咱们添加完这个还继续这边共享，我们勾上这个 test。当然它这边写了，如想更安全，可以添加加密密码，我这里就不添加了。同样的，它也是支持版本控制的，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版本，那么简易版本控制，比如说保留几个数量，然后在什么时候给它清除掉，什么阶段性的外部版本，就是说你可以使用一个命令之类的来控制。然后呢，可以简单一点，就是回收站一样的，这就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回收站，就它不会，你设置0的话，它就不会自动清除。我们这演示就不启用这个版本了。那忽略模式呢也是可以的，它支持这些正则表达式。比如说你想忽略这个文件夹里的某一个文件或者某一个文件夹，当然它这里边也有一些教程，我们这里就
因为是入门嘛，我们就不搞这些东西，但大部分人应该也用不到。还有个高级，就是这些基本上都是不用动的。OK，我们保存，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端，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发现了，它想要共享这个给新文件，我们就添加。添加时候也是同样的，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映射的这个目录，就是刚刚 sync test， 然后标签也是一样，大家可以填。共享了这边就会自动的勾上，同样这里也支持一个版本控制。这两个版本控制呢，它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作为同步来说的话，我们都会在，如果你想开启这个版本控制的话，我们会选择在服务器这边开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客户端上面不会有额外的内存占用。就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这个电脑上存了1000张照片，就比如这个 test， 它里边有很多照片，但是某一天呢，我觉得哪个照片不好看了，我会把它给删掉。如果你在客户端上面开启这个版本控制的话，它就不会删掉，它还依然占着我们客户端的空间。但是客户端的空间往往都是比较宝贵的，所以这个是不会特别划算。所以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服务器上面开，在服务器上面不会删掉就可以了，对吧？我们继续来添加，这里都已经讲过了，这边一般是不用管它的哈，因为这里这个一般我们在客户端上面设置就可以了，忽略。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好像也没法怎么设置，高级也是一样，我们一般都不用管，然后保存，可以看到就所谓同步完成了，因为我们里面啥也没有。然后呢，我们刚刚其实看见了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它会有一个这个隐藏文件，这个是这个 SyncSync 工作的一个目录，它会把一些什么东西啊放在这里边，这个千万不能删掉，不然的话，这个 SyncSync 就会报错的。我们试着来新建一下，新建一个文件之类的，新建一个文件夹，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可以看到它这个已经同步过来了这个目录了，可以看到有什么一个目录啊什么的，那这边正在同步，那一个目录一个文件夹，然后大小是多少？其实这个 SyncSync 呢，我个人觉得是比一些同步软件是要快很多的，特别是内网，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秒同步了，只要你配置的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一键3连，这对我很重要，非常感谢。